妈的，都要过年了，手脚都麻利点，赶紧给我搬！王哥，有话说话，别动手。把那边还有车上的，今天都给老子搬了。那些砖不是我负责的，而且我一个人也搬不完这么多啊！爱干干，不爱干就滚！老子这里不养闲人。可这也太多了。多？那好，我再给你条路，去给我买条华子，我就让别人替你干。你也知道要过年了，3个月工资都没结了，我哪里有钱给你买华子？要不你先把工钱给我一些。你他妈活腻了，敢问我要工资？老子上个月才买的路虎，没钱给你这个鳖孙儿！王八蛋，你欺人太甚，我跟你拼了！老子工地的1号柱一直立不起来，今天就拿你填进去打生桩。来人，把他拖过去！姓王的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！还敢骂我？给我打！打个半死再从楼顶丢下去！住手！王哥，别这样！滚！下辈子注意点儿！这里是哪里？我不是死了吗？徒儿，你终于觉醒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财神，也是你的师傅。希望你此事好好修行，争取勘破财神之道，重归财神之位。师傅，我该如何修行？我赐你财神之眼和法门，你要早日积福聚财，重归正位。我有财神之眼了。王太，你为富不仁，找死！妈的，还敢还手！我倒要看看你硬还是老子的钢管硬！你敢打害我！你怎么你最该死！我劝你放了我，不然我们王家不会坐视不管。放过你？刚才我求你时，你怎么不放过我？狗东西，别以为学了点武术就了不起，这个世界有钱才是王道。杀了我你就惹了江城王家。一根钢筋都没有，难怪这柱子立不住。你心真黑呀！哼，反正我又不住，出问题死的又不是我。你说我把你从那儿丢下去，王家会不会以为是你不小心坠楼了？不要！我错了，你饶了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现在才知道怕。陈哥，你放过王太吧，他如果死了，他欠工友们的工钱可没人还了。师傅让我积福聚财，罢了。你想活，就把欠工友们的钱都给我发了。我立马办，立马办！我不，把工地上欠的薪水都发了，别问为什么，妈的，这是命令！这里面有40万，算我孝敬您老人家的。以后再敢欺负工友和偷工减料，我一定让你好看！不敢了，不敢了！哼！哎，没事吧？王太，我们送您去诊所看看吧。快走，快走！居然是紫仙草！太好了，如果能卖掉紫仙草，我就能赚取第一笔财富了，或许能早日重归财神之位。哎，小伙子，要不要买点名贵药草？我这儿可都是稀奇货。这是鬼桃雷金木，价值不可估量，没想到有意外收获。摊主，你这些都保真吗？说这话，我卖药的能卖你假货不成？是吗？比如这根萝卜冒充的野山参，还有这塑胶的海马，还有这个更离谱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大哥，我错了，你挑一个看得上的，我送你得了。我可不白要你的，你把那个人工养殖的灵芝给我看看。你是个行家，这灵芝我只要你500，最多100，爱卖不卖。150，你让我多少赚点吧。行吧，不过你得把这拐棍送我。一根破木头不值钱，你拿去吧。到手，这木头上可镇邪收精，下可巫药炼丹，可惜认识的人少。您慢走啊，真晦气，遇到个行家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搞点钱，这丹药材料希望可以助我翻身。你是不是走错店了？这里可是当铺。穷人何苦为难穷人？
我是来当东西的。笑死了！你穿的破破烂烂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快出去，别挡着我们做生意。我是来当这棵草的。一株破草？破草，你再仔细看看。看完了，这就是毫无价值的一棵杂草。我这草价值100万。先生，你脑子没病吧？这就是根草，还想卖100万？唉，算了，一叶障目，我换一家吧。你说什么？就你这农民工也敢说我？还敢坑蒙拐骗？我这就把这草折了！住手！这草我要了，我愿意出100万买下这草。老板，这就是一棵杂草，杂草？这可是天才地宝紫天草，你不认识也正常。就算是天才地宝，也不值100万吧？蠢货，住口！好讲，我天，我这身价多少钱？当真是富婆啊！居然真是紫天草，我找了10年都没找到。你是在哪里找到这紫天草的？工地旁边随手拔的。你打算卖多少钱？就100万吧。我这就转给您。我这里还有。玲珑，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。千柔，你带了啥好东西？哎呀，我们王家的传家宝之一，大名鼎鼎的鬼桃木。就这种破玩意儿也能叫鬼桃木？不过是普通坟长的桃树罢了。不过可以趁机看看凡间对鬼桃木的定价。传闻这鬼桃木可遇不可求，生长条件极其苛刻。如果这是真的，绝对价值连城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们这么多年合作伙伴，我还能骗你吗？你打算卖多少？一口价300万，我卖给你怎么样？300万可以是可以，但我想请徐大师鉴定真假。那就按老规矩，徐大师来了再说。徐大师，你过来一下。哼，夏玲珑，看我这次坑不死你！不对劲，这两人绝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夏老板要被骗了。哪里来的农民工？我鉴宝时最烦闲杂人等，影响我心情。徐大师，不好意思，这位是我客户。夏老板居然跟农民工做朋友，也算是自降身份了。这年头水货都出来装叉了。这就是我要卖给玲珑的鬼桃，请您鉴定一下。装的还挺像。放肆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徐大师请息怒，不知道这鬼桃成色如何？很不错，这鬼桃阴阳之气协调，阳之有阴，乃是极品桃木，卖个500万绰绰有余。秋车500万？怎么？你这土包子吓到了？我只是觉得你这大师名头也不过如此。小子，我看在夏老板的面子上，才没有把你赶出去。我劝你不要太过分。就是哪里来的野小子也敢质疑徐大师？徐大师鉴宝世家出身，20岁鉴宝能力就是江城第一。他鉴宝时你还毛都没长群呢。徐大师确实是整个江城最厉害的鉴宝专家，应该不会看错。既然这鬼桃能卖500万，我想问问，我这根是不是能卖5000万？你这就是一根焦黑的破木头罢了，你还真当宝贝不成？玲珑，你真的是什么人都教，这一看就是个骗子，拿个烧火棍也想骗你5000万。我怎么感觉这不像是普通烧火棍，上面明显有一层淡淡的白霜。没错，这确实不是普通烧火棍，因为这是鬼桃木。黄口小儿也敢戏弄本大师，鬼桃都是带皮的，不然包不住坟地阴气。你这玩意儿烧的焦黑，根本不可能是鬼桃。我敢打赌100万，这就是根普通木头。我这不是普通鬼桃木，而是鬼桃木中极品鬼桃雷击木。白霜是因为里面阴气与极阳雷气自然释放，导致周围气温变冷造成的。笑话，你一个农民工也知道鬼桃是什么，还雷气，简直是胡言乱语。鬼桃并不是坟地的桃树，而是扎根于墓室当中自然生长的桃树，并且10年不能结果，是极品入药材料。因为既有桃树的阳气，又有坟墓死气，所以得名鬼桃木。简直是一派胡言。夏老板，你不会真信他说的吧？我曾听我父亲说过，鬼桃确实是这样形成的。夏老板，你可以摸一摸我的桃木，是不是入手冰凉，而且有电流感？确实是这样。并且，你们这所谓鬼桃连桃木都不是，谁家桃木长的是绿色树皮？千柔，这就是你打算卖我300万的鬼桃？该死的农民工，居然敢打乱我的计划！我
我也是被人骗了。玲珑，你可要相信我啊！哼，算了，你这鬼桃还是留着传家吧。谢谢你啊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不客气，天生的。我的作假手法可谓天衣无缝，他是怎么看出树皮里面颜色的？这也不可思议了。你帮我避免了损失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给，到账50万元。谢谢夏老板。哼，别高兴太早，看来你也是个行家，能认出鬼桃，那绝对会炼丹做药。敢不敢和我打个赌？你要赌什么？我要跟你炼制丹药，你要是输了自己弄瞎一只眼，我要是输了就退出江城鉴宝界。徐大师，你太高看他了，他一个普通民工怎么会懂炼丹炼药？这不是为难他吗？他不是牛逼吗？不是天生的，在我面前装什么装？不是装，主要是你太水了。你小子狂妄至极，你敢不敢跟我赌？有什么不敢？我就怕你输不起。我再加200万做赌注，你小子必输。徐大师除了鉴宝无人能及，从小拜入高人门下，他炼出来的药物在江城更是家喻户晓，更是治好了王家瘫痪多年的老家主。陈玄，术业有专攻，我们没必要意气用事。炼丹，我还真有点怕。哈哈哈啦，怕就跪下磕头认错。我怕你输得太彻底，我可是财神的徒弟啊，我还派他一个水货专家，笑话。够狂妄！这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。如果你现在认输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果然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徐大师是何等身份的人？自修丹道这么多年就没出过差错。输赢比了才知道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我这里的中草药你们任选，不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炼丹过程。哼，小子，选择材料吧。我用这2样就可以了。你在逗我吗？一根破杂草加一株药性极差的灵芝，你就想炼成丹药？你以为炼丹是过家家吗？本来以为是个人才，没想到什么都不懂。我再追加100万，赌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输。你不打算把药物捣碎吗？不捣碎好像没办法搓成丹药形状。没事，我有我的办法。炼丹，他跟我完全不在一个层次。死到临头还在说大话，希望等会儿他瞎眼时还能保持现在的淡定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，就他这炼丹方法，药性能保留个10之4、5多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无知小儿，老夫现在就要开始炼丹了。小子，你的丹炉呢？我炼丹从来不用丹炉，财神师傅赐我的法诀气。恐怕是没炼过丹，不知道丹炉是什么吧？快点认输吧，等我丹炼好了就没机会了。你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反正我不会输就对了。一颗固本混元丹，这个丹药可以治疗心肾不休、强身健体。小子，你服不服？你这手艺也不行啊！我以为你最次也能炼个高级点的丹药呢。井底之蛙，你知道高级丹药意味着什么吗？整个江城都没出现过。不过你已经输了，自己摘掉一只眼吧。还有我的200万，转账还是现金？输了，我输不了一点。这徒手炼丹，居然是失传已久的徒手炼丹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不可能！不仅是徒手炼丹，他这丹药颜色居然是金色的，我从来没见过金色丹药。听说只有上古时期的炼器师才能炼出这种丹药。你这丹药好香啊，单是气味就让人神清气爽、心旷神怡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哼，好看有什么用？都是假把生，说不定你这丹药有毒。越是华丽的东西，往往越有问题。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很难吗？不行，我绝不能承认自己输了，不然以后我还有什么脸在江城混下去？技不如人，老夫10岁就熟知几百种中药热性，15岁就能炼制下品丹药。你说我技不如你？徐大师说的对，你这丹药不过是长得好看，我们都没见过金色丹药，谁知道有没有毒？你们没见过，只能证明见识短。我这丹药是回春丹，只有高阶丹药才会有浓郁的药香。不可能，回春丹已经失传1000年了，你怎么可能炼制出来？徐大师，你不会是输不起吧？陈玄的丹药闻起来就已经沁人心脾，让我觉得整个人都要飞起来了，肯定是传说中的上品丹药。夏老板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手里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假丹。玲珑，你既然觉得他的丹是真的，那你敢吃他的丹药吗？这么好的治病丹药，健康的人吃了浪费，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比较好。有毒就有毒，找什么烂借口？你不敢给玲珑吃，肯定是怕吃出问题来。赶紧飞一只眼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没空在这一直等你。放肆！古玩界不得见血，谁敢坏我规矩？
好家伙，有钱人真多。吴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刚才是开玩笑的。没错，吴老板，您别生气，古玩街的规矩我们还是知道的。你们是不是输不起？我看陈玄炼制的丹药挺好的，虽然我也没见过，但肯定比你们的好。丹药？什么丹药？可以给我看看吗？陈玄，把你的回春丹给吴老板看看吧，他是古玩街老板，我相信他的眼力。吴老板，这是上品丹药回春丹，可以治疗疑难杂症。吴老板别信他的，这丹药颜色不对，肯定有剧毒，吃了可能会死。吴老板，徐大师是知名炼丹师，他的话肯定不会有错。这丹确实奇怪，居然是金黄色。吴老板，我看你面色苍白，眼下乌青，印堂无光，想必是身患顽疾，发病起来疼痛难忍，对否？小友居然一眼就看出我的身体情况，莫非真精通炼丹制药？我这丹可以缓解一些，但是我提前说好，我这丹药价格昂贵。当真能缓解我病痛？好，万万不可！这小子来路不明，炼丹方式也极其诡异，这丹不能吃。你的丹连玲珑都不吃，你却让吴老板吃，是想害死他吗？陈玄说了，这丹给病人吃了才有价值，我又没生病。吴老板，您可以先闻闻这丹香，再感觉下身体情况。不可思议儿，我感觉自己身轻如燕，身上病痛都减轻了几分。小友，你这丹药无论多少钱我都买了。丹不要钱，但材料是用的夏老板和我的，价值100万，你可以先转给夏老板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丹你纯送我了，只要个材料费，就当结个善缘。小兄，把钱给夏老板。好了，你们输了就输了，把赌注转给我吧。谁说我们输了？我们愿赌服输是基本的原则。你们是想赖账吗？我给就是了。财神师傅就是厉害，短短一会儿已经赚了400万了，就是不知道我赚多少钱才能重归财神之位。赌局结束，二位请吧。别忘了永久退出江城古玩界。陈玄，你这鬼桃雷积木打算卖多少钱？我收了。 600万怎么样？好，就600万，我转给你。爽，太爽了！短短半天已经赚了1000万了，放在以前真的不敢想。陈先生，这丹药我真能吃吗？吴老板放心吃就是了，不会有事。我不行了，呼不上气了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这是正常情况。你的丹是不是有问题？为什么我老板会呼不上气？他阴气入体太深，回春丹纯阳之气逼迫阴气，堵塞在胸腔，所以呼吸困难。吴老板真的没事吗？要不还是叫救护车？小小，别伤人，我感觉自己还能扛，没事儿。你当铺有针吗？有。银针晃晃，万里金光，五雷不气，斩骸不响。我感觉身上暖暖的，舒服多了。陈小友真是妙手回春。别说话，气沉丹田，精神内敛，金针洋洋，赫赫微光，天罡正气，扶正阴阳。你找死！你这剑身绵软，后继乏力，看似气势十足，实际上气血亏虚，再练下去，恐怕要死人。说，你把我们老板怎么了？他为什么吐血了？就是因为这口血，才让他疼了多年。吴老板，你身体没事吧？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自己好多了，虽然胸腔还是隐隐作痛，但已经好了一大半。对不起，是我误会您了，我道歉。没事，只是你们老板这身体情况只是缓解，并没有根治，还是不能太乐观。陈京城，那我这病情依你之见应该如何？等我再炼一颗大还丹，就可以彻底治愈。那麻烦陈先生有大还丹时联系我。陈先生，我见你刚才在跟徐峰打赌，不知您是否擅长文物？鉴宝吗？我可以给吴老板看看。潇潇，把我车上的磁盘拿来。好的，老板。你真的治好了吴老板，还打败了徐大师，这也太神了！陈大师，
你要不要做我家特约鉴宝师？怎么说？特约鉴宝师就是有需要你鉴定的时候就来一趟，工资给你1个月100万，鉴定费另算。多少？1个月100万，还只是薪资？丁，银行卡到账100万元。我先预支你1个月工资。多谢夏老板。不过对于薪资，我更感兴趣的是天才地宝。师傅让我累积财富，只有天才地宝可以短期积累巨额财富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夏家多的是上年份的药材。这就是我要鉴定的宝贝。陈先生要是看得准，我再给您200万鉴定费。200万，那一定是个了不得的宝贝。这盘子不对劲。怎么样？这个青花瓷盘值钱吗？这个青花瓷盘是我机缘巧合下得到的，有旧友表示价值1000万以上。之前徐大师他们也看过，都说是真品，但老板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吴老板的感觉没错，这青花瓷盘确实不太对劲。难道说吴老板被骗了，买了个假货？不是假货，这青花瓷是真的。是真的就好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吴老板，你应该知道永乐年官窑青花瓷的质地吧？我知道，质地白皙如玉，入手温润细腻，整体风格典雅朴素。没错，但你这瓷器落款是永乐年，制式是宫廷的，但不完全对。陈先生有什么就直接说吧，你这青花瓷盘不是假的，应该说是半真半假。啊，可这是我一个老朋友送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他还说是救命之恩啊！看来你并不觉得这盘子有问题，那就当我没说过，不然我怕我的判断影响这盘子价值。陈先生恐怕误会了，我不是不信你的判断，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他要送个假的给我。我感觉这盘子釉面自然，氧化痕迹均匀，图案笔画也没问题，看不出假在哪里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也感觉这盘子是真的，但就是每次拿着就觉得不对劲儿。单看的话，肯定看不出任何问题。这盘子的问题不在表面。不在表面？你的意思是盘子里面有问题？不是，这盘子的问题在于落款。这盘子如果是真的，确实价值1000万没问题，甚至3、4千万都可能。但问题就是它不真。这盘子落款是永乐年制，但周围有黑点，而且这些黑点还扎手。我就说每次拿着盘子都觉得手感不对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落款造假法？是的，因为青花瓷氧化后有黑点，有些人就用沥青做旧。这玩意儿应该是清仿明的，落款则是民国时期做的。哼，居然是个以古仿古的假货，估计我朋友也是被骗了。别砸，这盘子还有价值。还有价值？莫非这盘子还有什么讲究？那倒不是，这盘子还值1万多，砸了多可惜啊！1万多？哈哈哈哈！陈先生真会开玩笑，我还是不让这东西继续留在世上骗人了。小肖，你怎么看这个陈玄？完全看不透，看衣着明显是农民工，但一身实力深不可测，而且会炼丹，还会鉴宝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人物。刚才你对他出手，可曾手下留情？没有，刚才我以为您要出问题，所以是全力出手，我就想杀了他，但没想到他实力这么强。这么说来，我的感觉没错，此人绝对是个大隐于世的顶级人物，只可交好。我也觉得这种人不能得罪，他一身能力放眼龙国也是绝无仅有。你可是炼气9重，居然对他评价这么高。他刚才通过剑气就能诊断出我目前问题，我也确实感觉运气时经络堵塞，说明他实力在我之上，但在我之上恐怕已经筑基。筑基期？这不是几个大师才有的境界吗？这才是最可怕的。他才多大岁数？陈璇，你这2天有事儿吗？我要赚钱。你这么缺钱？说来好笑，我的使命就是赚钱。虽然我不理解，但我尊重。明天你干嘛？明天我去赌石坊赚赚钱，看看有没有好的料子。你还懂石头？那我也要去。小哥，你怎么来赌石坊了？怎么又是你？你不是在卖假药吗？嘘，别乱说，我卖的都是真药，只有聪明人才能看到。行，不过你怎么又跑来卖石头了？唉，别提了，我上次刚卖完你灵芝，转头城管就把我赶走了。那你这些石头也都是工艺品喽？不是，我这些石头可都是真的，花了大价钱进货来卖的。确实，这些石头还是有物有心沙，
就是皮质看着一般。行家呀，要不你们挑一块，我给你们少算点。好啊，金仙都有神头，我虽然只恢复部分修为，但看个石头还是绰绰有余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小哥，怎么样？我这些石头质量还不错吧？是还不错，都是有纹有裂的，专骗有钱人。等等，这块石头，这是绝顶冰种原料啊，还是蛋面，真有货！小哥，你别说了，不买就看下家去吧。我买，我要这块。果然是个菜鸟，这破石头石皮厚，表面没有半点雾，而且看不到肉痕，根本不值钱。这块石头给我3万就行。3万？你怎么不去抢？你这石头表面什么都看不出来，敢卖3万？呀，玲珑，听声音我就听出来是你了，你在买石头。娇娇，这摊主一个破石头敢卖我们3万？这石头平平无奇，表面还坑坑洼洼，以我的经验来看，就算出肉也不多，3万太贵了。没事儿，3万就3万。什么？扫码付款，概不退货。这下赚大了。嘿嘿，小哥爽快人，要不要现在切石啊？我这里免费给你切。我没问题，就是怕你切出来后悔。后悔？一块破石头我净赚3万，我还怕你切不出东西退货呢。说笑了，买定离手，就算你切出顶级冰种翡翠，我都不带吭声的。你当然不吭声，一块鹅卵石你卖3万，真黑。陈玄，要不我出10万买走，你今天也帮了我这么多。不用，这石头我现在就切。哟，这么热闹呢？娇娇，你怎么跟个农民工凑一块儿去了？王子豪，你给我放尊重点。陈玄是玲珑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朋友。陈玄，有点耳熟啊。工地里揍我堂哥的是不是你？你堂哥谁啊？江城最大的包工头王泰。哈，怎么了？还找你诉苦去了？呵呵，是你就行。王子豪，你想干嘛？光天化日，你难道想当街行凶吗？呵呵，我是那种打打杀杀的人吗？但揍了我王家的人就要付出代价。你不是在赌石吗？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怎么赌？就赌你选的石头，要是出肉了，我给你100万；要是切不出东西，你给我跪下磕头。陈玄，别跟他赌，这石头我感觉切不出东西。陈玄，这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赌你来送钱，我为什么不答应？哈哈哈，狂妄！你要是输了，除了跪下磕头，还得学狗叫。王子豪，你欺人太甚！可以，我不会输。我们要不要换一块石头？这块石头连雾都看不到，并且表面没有翻砂，是块普通石头。不用，就这块石头，相信我不会输。真当自己是赌石大师了？你不过是个在我堂哥手下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农民工。老大，他输定了，这石头横纹这么多，肯定裂到里面去了，就算出货也没价值。就是，没错，并且这石头就是河里捡的鹅卵石，石材没有任何特殊。真要切这块石头吗？切了我们肯定会输。切。好嘞。切出来的石屑连半点神霞都没有，等着学狗叫吧！完了，怎么办？等会一定要想办法保住陈玄面子。这人太犟了，完全不听劝，怎么跟新手一样？王子豪肯定会得理不饶人。白白净净，完石1块，没有货！哈哈哈哈哈！看到了吧？乖乖跪下学狗叫吧！王子豪，你别太过分，他是我夏氏嗑药鉴宝师。夏氏，你们夏氏真是管理无能，什么人都能当鉴宝师了。我还没输，这才切了1/3，急什么？都1/3了，已经不可能出货了。你小子休想拖延时间！继续切，按照我画的线切。哼，我再出100万，赌他这一刀也不出货，不过是临死挣扎罢了。普普通通，完石一开。完了，糊涂。我说了，这块石头不可能出货吧？我玩了10几年石头，没人比我更懂赌石。老大威武！对了，老大料事如神。那个什么陈玄，狗屁不是！快点跪下学狗叫吧！我的时间很宝贵，没空跟你在这里浪费。居然是绿翡翠，而且还是正阳绿，做成蛋面可以值200-300万了。我的天，这下发了！这怎么可能？真出货了！现在按照这条线再切一下。好的。你不会以为还能出吧？
1块原石出这么干净的正阳率，已经是奇迹了。玲珑，你快劝劝他，别把石头给切毁了。我觉得可以选择信他一把，他简直太神了。就不信了，我再赌100万，这一刀绝对把石头切废。高冰种翡翠原石，怎么可能？1块石头出2种玉，这不科学，不科学！1块破鹅卵石怎么会有2种玉？违背常理了，这种事古今未闻。老大，他肯定就是运气好，就算张大师来，1块石头也切不出2种玉。有些人啊，就是见识短浅。小子，你说什么？你转账还是现金？你小子不过就是运气好，我才不信你懂赌石。你是想赖账吗？堂堂王家公子哥，不会连300万都没有吧？哼，算你狠，我转账就是了。但你也别太得意。玲珑，你朋友也太厉害了，1块石头2种玉，这就是神话。他确实很厉害，还在我店里打败了徐大师。这么厉害的朋友，你哪里认识的？我也想去认识一个。机缘巧合，你干脆说你想认识陈玄算了。真的，你不许反悔。多谢王少爷的资助。老大，受不了了，他太嚣张了，我要弄死他。陈玄，你敢不敢再跟我赌一把？你还要赌什么？赌性这么大？废话少说，我们赌鉴定神像，我让张大师来一起来。别答应他，张大师是神像权威，我们省排名第1的鉴定师，跟他赌赌我们赢面太小。哦，这么牛逼的人物出场，你拿什么赌？哼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给你1000万；如果你输了，去医院跪着给我堂哥下跪道歉，并且永远从我面前消失。陈玄，陈玄。可以，但是我要赌就赌5000万。行啊，小子，你找死！张大师，你给我好好收拾收拾这个臭小子！哼，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而已。王少爷居然把我叫来，跟他比说出去都丢人。张子林大师，陈玄才打败了徐峰，所以你别太小瞧人。徐峰，他这种垃圾也配跟我相提并论？整个东哈省还有比我厉害的鉴宝师吗？陈玄，你有把握吗？没把握我们可以退出，你还年轻，没必要意气用事。看来这确实有点实力。没事儿，还没开始赌呢，是输是赢赌了才知道。哼，还有点脾气，小子，等会儿输了可别怪我以大欺小。少吹点牛，可以开始了吧？老赵，把你们家最好的神像给我拿出来。我怎么看不出这2尊神仙分别是谁？跟我比鉴定神像，笑死！我师傅可是财神，哪位我不认识？先说说这2尊造像分别是谁，再判断是什么时代的造像。太简单了，第一尊是巫山神女，造像时期是在明代，至于另一个肯定是云君楚国至高神明，造像时代偏晚期，应该是在宋代。不愧是张大师，我在国外买的时候，对方也是这么说的。陈玄，你怎么看？这2个神像都是假的，根本不是神明造像。黄口小儿，你放肆！你不会是输不起故意乱说吧？哼，反正我们赢定了。老赵已经说了来历背景。你说我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神像是假的，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，今天就别想轻易离开。陈玄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这神像真是假的？我又不是没见过巫山神女和云君，这2个就是现代仿古的工艺品而已。没错，就是假的。但是这人像里面居然藏着一颗舍利子，这神像虽然是假的，但舍利子是真的，我要发财了。但是什么？但是造假工艺非常高超，根本看不出痕迹。比如这陶俑外面的红色物质，哼，你懂什么？这叫土沁，是陶俑在地下土色自然浸染的。说得对，夏老板，我看你这鉴定师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骗子，你别被他骗了。这是人造土沁，真正的土沁肯定有尘土颗粒沾染一起，因为陶俑都是土风干的，埋在地下会跟土壤交融，不可能刮得干干净净。有道理，我也觉得这是我见过最干净的陶俑。哼，那你说我这陶俑是什么时代的？要我说，这就是个现代的仿品。狗屁不是！你胡说什么？小子，你要是拿不出证据，今天别想站着出去。老赵，说话注意点分寸。陈玄，赌石赢了一次，就真当自己是鉴宝大师了。这2尊神像可是老赵花1千万从国外收的，你懂什么？就是店主都说了来历，你还在这装什么专家？该不会输不起，故意找茬吧？既然你们都认定是真的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问题出在哪里。知道为什么底座比其他地方更紧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底座是石膏做的，而且上色用的是劣质水彩笔，一擦就掉。放屁！
老子亲自验过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这怎么可能？2000万，2000万就这么没了？不可能！这土信这包浆明明是真品，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个看起来和真的一模一样啊，连包浆都很自然。最大的问题就是拼接，上半截是新的，下半截是老的。看到这条缝隙了吗？上下颜色明显不同。如果真是同一个坑里出来的，颜色应该一致。张大师，你不是说这2尊都是真品吗？你不能怪我啊！这种作假方式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没事，看我等会儿好好收拾他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赶紧给钱！没想到堂堂张大师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鉴宝本就有风险，哪有常胜将军？5000万不就是5000万吗？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！这小子死鸭子嘴硬，明明损失了1多半身家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有这种鉴宝实力，不可能是籍籍无名之辈。我之前就是个老实搬砖的普通人，但是后来我做了个梦，我师傅可是天上的神仙。我去你妈的！妈了个巴子，又开始吹上了是吧？哼，这把算你赢，希望你的运气能够庇护你一辈子。输了就开始威胁人，这就是王家做派吗？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我的上千万全部打水漂了，亏我玩古玩几10年。要不你把这俩雕像卖给我？你要这破雕像干嘛？造假工艺太好了，买回去做摆件绝对可以。你真要这东西？那你随便给点钱吧，反正也不值钱。你真是我辈楷模，明知是假的还要花这么多钱买下来，简直是鉴宝界道德模范。5万块买2个假货，我不明白为什么。因为它们价值远大于5万，我感觉能值上千万。你没发烧吧？说什么胡话呢？给我拿个锤子来。陈大师，你不是刚花5万买下他们吗？怎么又要砸了？不砸他们就不值千万，只有砸了才能值千万。太不走寻常路了，可能这就是真正的高人吧。你买了就是你的，砸坏了我也不退款，这样正好。这是珍珠吗？不像是珍珠，珍珠再贵也达不到1000万。不是珍珠，是高僧舍利子，价值1000万。什么？我岂不是又亏1000万？匪夷所思，他是怎么知道这人像里面有舍利子的？这舍利子在手，可以入药。上次咱们见的吴老板就有救了。这他妈是舍利子，怎么可能？走，联系吴老板，换个地方说。你倒是给我个痛快话啊！你猜？对付奸商还是你厉害。听说陈小友找到了救我的办法，确实有办法了，不过需要炼制一枚新的丹药。这是哪儿来的？刚才那个人像里的。这真的是舍利子？请问陈大师，究竟什么办法可以救我？替死丹。替死丹？还请详细说明。意思是把病痛转移到丹药上。正是如此。这还有这等神奇之物了？陈大师需要准备什么？东西我写在了纸条上，我们准备好即可。不知先生还需要什么？材料已备齐，现在需要您一缕头发。需要准备丹炉吗？我可以去拿。我炼丹不用丹炉。不用丹炉怎么成丹？难道又要手搓成丹？还是你了解我？我不是看错了吧？这也行？天哪，丹香四溢，恐怕又是一枚上品丹药。吴老板放心，基本操作而已。陈先生能力惊为天人，吴某人佩服至极。玲珑，他究竟是什么人啊？我不知道，他简直太神奇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种手段，恐怕整个江城都找不出第二个。接下来要我怎么办？是把这替死丹直接吞了吗？这丹药不是给你吃的，而是去病用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。治病还能以这种方式，真奇特。我感觉自己的疼痛感在减弱，实在神奇。好了，你体内阴气已经被全部吸收了。哈哈哈哈！我现在感觉舒服极了。别高兴太早，这替死丹需要有承载物，不然3天后阴气还会返回你身上。承载物是指某个人吗？
难道是要有人吞丹代替老板受罪？那我愿意。确实需要东西代替病痛，但并不是活人。不是活人？这陈先生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活人，那就只能是死人。我需要一盆天才地宝，最好是植物。天才地宝我家里很多，陈大师随意挑选。你这里居然有三阳花，虽然没结果，但正好当承载物。陈先生，能不能换别的吧？三阳果最适合，阳气极强，正好化解替死丹的阴气。这三阳果是我花大价钱求来的，准备3天后送给首富江林。没结果的三阳果送出去也没价值吧？陈先生有所不知，三阳果已上100年不结果了，如今环境污染，早不适合它生长。我可以让它结果。此话当真？不过是缺乏真气，催一催就好。我们早就试过用真气灌溉，毫无效果。他们的真气太杂太乱，我的不同。若真能让三阳果结果，我愿出5000万酬劳。把它搬过来，我试试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之前是您旁边这位小姐出手灌的三阳果吧？没错，正是潇潇出的手，而且尝试了很多次。那就不奇怪了，她本身气血贫乏，虽然炼气9重，但真实实力只有7重左右，身上经络也有损，真气杂乱无章。请陈小友出手催果，已经100年未曾听闻三阳果结果的消息了。如果小友真能让其结果，简直算得上前所未有的创举。三阳果，开花吧！我好像看到这果树开花了，红色的花朵。这陈玄也太神奇了，我都快不认识这个世界。好啊好啊，真是太神！陈小友太牛了，真的结果了！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的真气是9玄之气，换而言之就是纯阳真气。竟然是失传已久的9玄真气，难怪能够催熟三阳果。你以后别再强行运功了，你经络已经出了问题，再修下去真会死人。陈先生可有医治之法？潇潇虽是我干女儿，但我们情同父女。有办法。陈小友说的可是真的？这些年我带着潇潇求医问药，也去了很多地方，但无奈都没用。其实我也早就认命了，自从强行突破那天起，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差，如今已经是过一天算一天。你这个情况能救？请陈小友施以援手，救救潇潇吧！给我准备一间静室，不要有外人。我能看看吗？不能被外人打扰。我这种情况真的能治吗？不是什么难事，只不过可能要委屈下你。什么委屈？只要能治好，什么我都愿意承受。那请你把衣服脱了。啊，这也是治疗中的一环吗？必不可少的一环。怎么办？我这么多年守身如许，不对，陈先生肯定只是为了治病。抓紧时间，过了时辰就棘手了。那我脱。只需要脱掉外衣就行。您早说嘛，害我紧张半天。屏住呼吸。陈先生，我感觉身体好热。经络续接，阳气回升，正常现象。接下来会有点疼，忍着点儿。9玄正气，接经续骨。直接疼晕了，这么疼都没吭声，倒是坚强。陈先生，潇潇没事吧？好家伙，这要是被人看见，非得误会不可。快了，000行。我感觉自己现在很舒服，好像从来没这么轻松过。你体内的真气已经精炼，损坏的经络也已经修复。我确实感觉运功顺畅了，并且实力更稳固。陈先生，多谢你仗义出手救了我，我本以为此生治病无望了。不过举手之劳。潇潇怎么样？他怎么脸色这么红？多亏了陈先生耗费真气助我治疗，我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舒适。陈先生的医道让人叹为观止，这是您的酬劳，多谢。那我就不跟吴先生客套了。我累积财富值已经破亿了，帮助了吴老板也算是行善积德了。师傅，我究竟多久才能重回财神之位？陈先生，现在可以帮我干爹处理替死丹了吧？既然三阳果树用不了，那我就只能把它埋在宅子的生气位了，借阳宅之气化解阴煞。生气位是？生气位乃是阳宅布局里阳气最强的位置，代表源源不断的生机。我们出去院子里转转，我看看位置。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风水也能看？确实是突然就会了。骗人，把我们当外人是不是？好，各位请。前6天武祸绝延生，不对劲，你家是前宅，但为何生气位10块顽石？而且前卫厨房，这是火烧天门之象。
6煞位是车库，每天有发动机轰鸣。陈小友，这布局可有问题？何止有问题，长期居住恐怕危及生命啊！不会吧？我家的风水是请江城第一风水师徐小江大师调整的。不行，不能再住了，尽快搬家吧。可我住了这么多年，没感觉有问题啊。是吗？那是因为生气位的石头没动过，不信你让潇潇踹一脚。干爹，你没事吧？不碍事。陈先生当真是神人，料事如神。虽然不知道徐小江为什么这么布局，但我敢肯定他是想要你的命。难怪我搬进来3年时，我夫人就去世了。破局办法也简单，把车库改到西北方位去，然后这石头搬开，种上绿植，再把替死丹埋下去。我这就安排人去办。没其他事儿，我就先告退了。陈先生年少有为，实力非凡，有什么吴某能帮得上的地方吗？我只想快速积累财富。原来如此。以陈先生的实力，想要积累财富只是时间问题。不过我想江城首富江家的鉴定会，您肯定感兴趣。江家鉴定会？我听说这是高端大师的比拼会，太难得了。这是请柬，陈先生可以带伴侣一起去。暂时单身，不过谢了。这位陈先生当真是人中之杰，你有空多跟他接触接触。干爹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一定会的。陈璇，首富的拍完会你要去吗？是的，吴老板送我的机会，我肯定要去看看。这请柬可不是谁都有资格去的，听说这次去的都是鉴定大师。所以我尊敬的陈先生，如果你要带一位女伴，你选择带谁啊？我带夏老板去，我们假装情侣就是了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他这是把我当成他的伴侣了。不过他这么厉害的人，我以后会不会配不上他？没意思，我问家里要去。走啦。玲珑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居然跟别人在一起了，是这个小子吧？王大海，你不要再来我店里了。还有，我跟谁站一起跟你没关系。你能不能懂事点？我们王家作为江城一方豪穷，我愿意追你是给你面子。首先，我并不喜欢你；其次，你不要追我了，我对你一点好感都没有。可我是真喜欢你啊！嫁给我吧，我才能给你更好的未来。居然还有人强买强卖的，简直不可理喻！你他妈说什么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王家大少爷。哦，然后呢？哼，识趣的就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分分钟找人弄死你！王大海，你过分了。玲珑，你别生气，我还专门给你带了礼物。这是天外来物，是我花大价钱买的，代表我对你的真心。你这真心真会要命！怎么了？这石头有问题吗？土包子，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，这可是老子花了500万买的。500万买这么个破玩意儿，还真是地主家傻儿子。你胡说什么？这石头全天下找不出第2颗。算了，你这土包子懂啥？玲珑，你快收下礼物嫁给我吧。不要碰这石头。好的。土包子，离我女人远点儿，不然老子真生气了。王大海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嘿嘿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揍一顿，然后丢出去。王大海，我报警了，我这里有监控。报警？好啊，出事我担着，给我打！等等，怎么？你想认怂了？不是我认怂，而是你要死了。我要死了？看来你没搞清楚状况，现在是你比较危险。就是我们老大洪福今天，倒是你小子敢得罪王家，离死不远了。唉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陈璇没事，大不了我们就报警。恐怕来不及了，他真的快死了。抢走我的女人，还敢诅咒我！今天我一定要打断你的腿！居然还有心思跟我打嘴炮！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身上发热，四肢发软？哼，我现在感觉好得很。老大，你怎么了？真被他说中了，老子感觉双腿发软。接下来就是身上发抖、流鼻血。少在这里吓唬人！真当自己预知未来吗？老大，你的鼻子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就不信邪了！你有种继续说！唉，说你要死了还不信？这也太神了！难道你会诅咒吗？为什么说什么就应验什么？这不是诅咒，这是经验和科学。陈璇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简直言出法随。玲珑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我不过就是体虚生病了，哪里有什么诅咒？接下来是双膝心软跪倒在地，并且呼吸困难。少在这里吓唬人！老大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臭小子，你对我们老大做了什么？如你所见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我感觉自己呼不上气了，我是不是真的要死了？接下来就该趴在地上，浑身疼痛。你闭嘴，不要再说了！你是不是觉得浑身像是蚂蚁在撕咬，疼痛难忍？你对我做，你别说了。你还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他都这个样子了，还有什么福？我是说辐射的辐。他拿的那块石头是强放射物质，虽然看不出是什么，
但皮肤接触到绝对致命，拿那么近，他不死谁死？原来如此，还好刚才我没有去摸。还不赶紧送你们老大去医院？真要等他死在当铺吗？赶紧把他抬走吧。老大，你忍忍，我们这就送你去医院。哎，真是什么东西都敢买。陈璇，你又救了我一次，谢谢你。都是小事儿，你是我老板，你出事了谁给我开工资？我听说这次拍卖会不简单，鉴定会全是天才地宝，而且药材居多。是吗？我就喜欢天才地宝，容易捡漏。我还听说了，好像是徐家老爷子病危，需要找个高人救他。但是这年头骗子多，如果有人能全部鉴定，就有资格救治徐家老爷子。如果救下徐老爷子，他愿意拿出1半身家酬谢。还有这种好事？那我明天去定了。首富的1半身家，那岂不是海量的财富？恢复财神之位，有希望了。怎么这个乡巴佬也在？今天在场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你该不会是偷偷溜进来的吧？还敢跟玲珑凑这么近？玲珑他不是好人，我才是你男朋友的最佳人选，快离他远点。咦，你居然还活着，不容易不容易。难道这年头脸皮厚还抗辐射成吗？你他妈找死！住口！陈璇是拿着请柬进来的，还有他是我们夏氏当铺特邀鉴宝师，你们一个他的手下败将，一个跳梁小丑，还是闭嘴吧。行，臭小子，玲珑护着你，但是你作为男人，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服了，你们为什么总把男人和赌一把挂钩？行吧，既然你想送钱，我成全你。接下来3轮鉴宝，你每鉴定对1次，我给你1000万。但如果鉴定错了，那就远离玲珑，并且磕头认错。我赌，不过每一轮5000万，敢不敢？5000万就5000万，小子，我让你死！加我一个，要是你输了，给我舔鞋。穷逼，给我滚！你说什么？我说穷逼，给我滚！你质疑我？来，我要验资，看看你有没有5000万。如果没有，就给我滚一边去，我怕你赖账。我表哥，你支援我点。赖账？我们堂堂王家双龙怎么会差这几千万？那我答应了。陈璇，这一把可是几个亿出去了。放心，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情。你这种霸气的气质，真让人着迷。现在的年轻人真狂，连老夫都不敢轻易说自己有把握。钱大师，您来了，我在一旁都听见了，什么后辈小子如此狂妄。哼，有您坐镇，他们输定了。还没开始鉴定呢，等你们真赢了再说。你这乡巴佬可能不知道钱大师威名，他可是国际知名鉴药师，拥有50年鉴药经验，他可是我们王家专门从国外请回来的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吓到了？玲珑，快到我们这边来，这小子等会儿肯定输了。我选择相信他。你愚不可及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等会儿老夫直接打败他就是。话别说太早，陈璇最擅长的就是制造奇迹。悄悄，你到了，路上有点事耽误了。欢迎各位来宾以及江城各大家族的朋友，还有收到请柬的各位大师。接下来我宣布比赛规则，本局共分为3轮，每轮3种一模一样的药材，谁能猜到真的谁就获胜。如果都猜对，将获得江家提供的1000万奖金以及为江老太爷诊断的机会。接下来是第一组。居然是紫金参，传说长在蓬莱仙岛的药材，不过可惜都是假的。陈璇，这3株人参哪个是真的？太难了，完全长得一样，紫色的人参听都没听过，更别说鉴定了。 3个都是假的，没有真的。江家这安排绝了，第1轮就能刷掉不懂装懂的。不过我们得不动声色，毕竟王家兄弟还在看我们。哥，这他妈分辨不出来，而且凭眼睛看没有区别啊！钱大师你怎么看？老夫认为中间那颗是真的。喏，瞧见没？这个就叫做专业。请大家在纸条上写出认为真的编号，稍后由工作人员收取。玲珑，我们钱大师已经有答案了，想不想知道啊？那个乡巴佬是不是啥也没看出来？哼，我刚才看他的目光只扫了一眼，肯定是看不出所以然。不需要你们的答案，我们已经有结果了。你们还真信一个破农民工会鉴药不成？他才多大年纪？他的答案你们也敢用？农民工怎么你了？吃你家饭了吗？还有，你们等着输就是了，哪里这么多废话？年轻人太嚣张不好。本大师驰骋国际鉴药市场几十年，看过的药比你吃的饭还多。你竟然觉得本大师会看走眼？等结果吧。没道理啊，他怎么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？难道他也知道真假？不过他强装淡定而已。他要是能晋级，我直接把这桌子吞了。现在宣布投票结果，鉴定对的是陈璇、夏玲珑、陆娇娇、郑峰、李天九。不对啊，念完了，怎么没我们的名字？钱大师不可能看错。某些人话说的太满，打脸来的太快喽。就是，刚才信誓旦旦，现在怎么不继续了？钱大师，你不是说中间那颗是真的吗？
为什么我们没有猜对？可能是我看走眼了，刚才离得太远了，毕竟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如当年了。你们是转账还是现金？哼，你们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不过我们可以输3次，你们失误1次，这土包子就得跪下。我纠正下，是你们会输3次，而我1次都不会输。别扯这些没用的，快把钱交出来！土包子，大爷赏你！太小了，等会儿凑1个亿吧。我不爱要零钱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要让你跪下。是吗？我等着。真是瞌睡来了有枕头，有这俩兄弟帮助，我的财富又要爆发式增长了。还有2场呢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说不定我跟我弟商量下，还能只让你跪下，不让你舔鞋。我说了，我不可能会输。钱大师，你下一把好好把握，大不了我们坐近一点。王大少爷放心，这一把老夫谨慎些，绝对不会再出错。下一组草药，各位可以上台观察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石头也能当药来用吗？不行，感觉江家在侮辱大家智商。这不就是路边的破石头吗？这石头难道是传说中的玄石？没错，就是玄石。那这次是真是假？都是真的，没有假的。钱师，您要上台观察下吗？正有此意。哟，你们的陈大师不打算上去看看吗？还是说根本看不懂，怕露馅啊？我们不用上去看。是不去看，还是看不明白？果然运气是靠不住的，到最后还是得靠实力。谁真有实力，谁虚张声势，还说不准呢。哼，我就搞不懂了，这乡巴佬有什么好的？你们都愿意帮他说话。我喜欢，你管不着。玲珑，你这句话太让我伤心了。钱大师，怎么样？确定哪块是真的了吗？这次可不能再错了，再错我们就又要给那乡巴佬5000万。二位放心，我有8、9成把握，这次的石头没有1块是真的。江家这招真高，如果不是有钱大师在，我们怎么猜都会错。果然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居然都是假的。你们放心大胆的填就是了，不可能有错。我们已经知道台上的石头真假了，你们输定了。玲珑，等着我，你终究还是我的。王大海，你能不能闭上你的嘴？你一说话我就觉得恶心。不对啊，哥，你说这臭小子怎么还坐得住？哼，他在强装淡定，你不要被他唬住。钱大师，您确定这次都是假的吗？怎么连你也不信任老夫？我只是感觉对面太淡然了，有点反常。哼，他一个毛头小子懂屁个剑药，按我说的作答就是。请各位把猜的答案写下。行吧，按照钱大师说的来。我宣布本轮猜对的嘉宾：陈玄、陆娇娇、夏玲珑、李天九。耶！陈玄你太帅了，居然又鉴定对了。王家2兄弟果然猜错了。怎么还是没我们名字？钱大师，你到底行不行？妈的，你这老梆子，不会是沽名钓誉之徒吧？2位少爷别生气，我只是大意了，接下来绝不会错。我冒充我哥这么久了，从没失手过，难道要被拆穿了？不行不行，等会儿我得偷偷溜走。怎么样？我说了，我不可能会输。臭小子，你少得意，别以为你能一直赢。钱大师不过是一时大意。就是，下一轮你们输定了。转账吧，多说无益，快给钱。玲珑，你不要一条路走到黑了，我这里才是你最好的归宿。哥，你别恋爱脑了，他们已经赢了2把了，下一把必须搞死这个臭小子。我们下一把也不会输，你俩到底能不能给钱？不会是没钱了吧？我给，转账。多谢，希望下一轮你们继续保持。接下来是最后一轮，各位可得看仔细了。各位要猜的是丹药真假。2位少爷，我去趟洗手间，马上回来。不能继续了，再继续他们肯定会打死我。您先把这一轮看完再去吧。钱大师，不会是准备跑路吧？王大少爷说笑了，本大师怎么会临阵脱逃呢？你最好是这轮好好给老子看，再输了我要你命！这要我怎么看？我不过是个卖假药的，这要我鉴定我也不会啊！不行，随便说一个算了，再想办法逃走。经我观察，3颗丹药里，左边这颗是真的。你确定吗？不会再错了吧？不会错，老夫非常确定。好，等会儿就填左边这颗，您可以去洗手间了。多谢2少爷。台上3颗丹也没任何区别，陈玄你怎么看？严格来说都是真的，但旁边2颗有毒，中间那颗没问题。你太神了！要是这次我猜对，我们就拥有资格见到江家老太爷了。听说江老太爷情况很糟糕了，已经不省人事。是的，我父亲他们都已经准备好，随时去江家吊丧了。江老太爷死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出手。陈玄，要是别人说这话，我一点都不信。但是你说的，我真的好相信。好嘛，你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是不是？不过我也好相信他。娇娇，你乱说什么？我宣布，最后一轮猜对的嘉宾是陈玄、
陆娇娇、夏玲珑，让我们恭喜他们！都猜对了，不可思议，他们怎么做到的？他们可不一般，刚才王家双龙都在他们手中吃瘪了。年纪轻轻，剑药造诣太可怕了，恐怕已经是江城第一剑药师了。我不知道姜老太爷身边是什么人物，但我知道我能救他命。还是没我们又输了。钱大师呢？操，这货跑了，该死！王家两位少爷，你们又到了转账的时间了，气死我了！你凭什么可以都猜对？来日方长，我们走着瞧。我们走，玲珑，你跟着他一定会后悔的。可你少说两句吧，我们今天丢人丢大了。慢走不送。请陈大师留步。小夏还有娇娇，怎么是你们？江伯伯，今天多亏了陈玄，他带着我们猜对的。是的，我觉得江爷爷不会出事了。陈玄太擅长创造神话了。早就听闻了陈玄小友的光辉事迹，不仅打败了几位顶尖大师，还让王家双龙付出了惨痛代价。整个江城能做到这些的，找不出第二个。病人呢？我先看看。走吧，我带你去病房。娇娇跟玲珑先在大厅休息下吧。爸，你又要带来历不明的人去看爷爷吗？我说了，你要相信现代医学，不要被这种神棍给骗了。小婉，你别乱说，陈小友是有真本事的人，吴昊昨天就给我推荐他了。你之前找的那些不也是有真本事的人吗？我爷爷不也一样美好？好了，别说了，今天谁来劝，我都要让陈小友看看你爷爷情况。我这就给周医生打电话。脉死服从，气血溃败，肝肾两虚。恕我直言，老太爷恐怕活不过今晚了。啊，陈小友，你可别吓我！昨天医院给他做全面检查时，还说各项指标稳定，怎么就……我问你，姜老太爷是不是36岁开始腰疼，55岁开始腿脚不便，68岁时就卧床不起，直到3个月前彻底昏迷不醒？是的，真神了。不过这些都是公开的病史资料，你应该提前调查过吧？我不需要提前调查。我再问你，老太爷昏迷前是不是经常半夜惊醒，说梦见去世的亲人来接他，而且白天会对着空气自言自语，脾气暴躁到连最亲近的人都想打骂？这些症状确实有，但我们从未对外人提起过。你到底是怎么？因为脉象和这些阴煞纹已经说明一切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再拖下去，我爸他……哪里来的神棍，也敢在这里妖言惑众？周医生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位陈小友不是神棍，是我特意请来的大师。哼，大师？江少爷见的大师还少吗？我看他又是一个装神弄鬼的江湖骗子。这位医生，你先安静一会儿，让我给老太爷诊断完，我能救他。救他？我看你就是看江家有钱，才专门跑来骗钱的。周医生，虽然你是我父亲主治医生，但我父亲躺在这里3个月没好也是事实。江首富，您别被这骗子洗脑了。现代医学是讲科学的，您父亲这3个月虽然没好，但病情至少稳定了。我已经确定江老太爷病因了，现在只需要施针就能救他。施针？等会儿是不是还得跳大神，还得画符念咒啊？你们这种江湖骗子我见多了。周医生，您劝劝我爸爸，绝对不能让这骗子在我爷爷身上乱来。小婉，现在事态紧急，你就不要再胡闹了，好不好？我胡闹？明明是爸你病急乱投医，这个什么大师，恐怕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，凭什么给我爷爷看病？难道就凭他大师的名头吗？有些东西眼见为真，你们要是想姜老太爷好，就让我试试。还想试试？万一病人出事了，你负得起责吗？就是，而且我爷爷来医院后虽然昏迷不醒，但病情没有持续恶化，各项指标都很稳定，不需要你帮忙。小婉，你就让陈小友试试吧。你爷爷的病情，刚才陈小友已经诊断的8、9不离10了。爸，你别信这个小子胡说，他肯定提前调查过我们家。可是他刚才连你爷爷昏迷前的症状都查出来了，又怎么说？爸，你糊涂啊！我们家每天多少双眼睛盯着，这些消息随便打听就能知道。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但是江首富，您就不要再搞这些封建迷信了，要相信现代医学，相信我们医院。我用的是中医，不是什么封建迷信。中医真好笑，中医也能救人吗？要真这么管用，怎么没见风靡全球啊？就是，中医要是能救我爷爷，我们早就请最厉害的中医来了。中医就是骗人的。好，都别说了。我觉得陈小友没骗人，让他试试又能怎样？万一给老太爷治出问题怎么办？责任算谁的？姜老太爷，就算我不尝试，也活不过今晚了。你敢咒我爷爷，好大的胆子！怎么不让你治病就恼羞成怒了？我是不是妨碍你骗钱了？3、2、1。怎么回事？快别闹了！爷爷！快，准备急救！新时派
，292，不行，心率还在降。肾上腺素，强心针赶紧推。他肾有问题，不能推肾上腺素，血压骤升会出大事。你闭嘴，江湖骗子！快推，先推2个单位。推了，稳住了。周医生，我爷爷情况是不是稳定了？目前来看是的，应该不会再恶化了。看到了吗？现代医学不是什么人都能诋毁的。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。小婉，不许这么说陈小友。江老太爷患病太久，经络堵塞，心肾虚弱。刚才的肾上腺素会导致他经络断裂。经络、心肾，你到底懂不懂现代医学？你们不信的话，老太爷真会被你们亲手送走。又想用你那套话术吓唬人。他的心率最多稳定3分钟，等会儿还会掉。陈小友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你不能一直这样说我父亲吧？听说我们医院来了个骗子。不好意思，李院长，我父亲也是太着急。你就是那个陈大师，年纪轻轻做什么不好？我觉得你有空说我，不如先给老太爷检查。李院长，我这就报警把这骗子抓起来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。我发现你真的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我爷爷明明好好的，怎么就成该死的鬼了？3分钟已到，答案10秒钟内见分晓。要是再出问题，我直接把除颤器吃了。3、2、1，还真被他猜中了！快准备抢救！让我来，你们搞不定的。天清地灵，兵将随令，朕。难道他真会中医？为什么比周医生还管用？第2针，天旋，疏通阳脉。恢复了，心跳稳住了。第3针，接经续脉。陈小友，怎么回事？你把我病人治死了！混账东西，滚出去！别耽误我们救人！别急，江老太爷已经好，这就好了？我看这死了还差不多。等个5分钟，他就会彻底好转。你要是把我爷爷治死了，我一定要你一命偿一命！小婉，我们相信陈小友一次吧。疯了！你们都疯了！居然相信一个江湖骗子的话！他要是真能治病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院长，我们还救不救？万一错过抢救时间，就算错过抢救时间，责任我自己承担。爸，你就这么相信他吗？5分钟已经到了，老太爷马上就好。这都已经5分30秒了，他怎么还没好？江首富，你不能再乱来了，通知各单位准备抢救。心跳恢复了！天啊，真的恢复了！不可能，心脏停跳最佳抢救时间就是5分钟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医学奇迹，这绝对是医学奇迹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他真的是大师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刚才的强心针起作用了，药效延迟了而已，跟这个骗子没关系。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吧。陈小友，我父亲命是保住了，但怎么才能让他醒过来？等一等就是了。滑天下之大稽，江老太爷是深度昏迷，怎么可能说醒就醒？把肾上腺素的功劳往自己身上揽，还真当自己是大师了。陈小友，你的意思是我父亲晚点能醒？等就是了。刚才是谁说要把除颤仪吃了？还有李院长，记得把你名字倒过来写。狂妄！你不会真以为是你那套封建迷信救的人吧？难道是你救的？当然，要不是我推的2个单位肾上腺素。江首富，我理解您救父心切，但这种江湖神棍，我是不是神棍，等会儿就知道了。你们慌什么？你不会真以为江老太爷能醒吧？就凭你那3针？就这3针，肯定能醒。好，要是没醒，我亲自把你送进执法机构。李院长，请不要威胁我的贵客。爸，你怎么还帮外人说话？我才不信！时间到了，江老太爷，起来打个招呼吧。你在开玩笑？爸，你真的醒了？不可能！深度昏迷的病人，几根银针，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你们觉得不可能，只是因为见识太短。太神奇了，爸，您真的醒了！我是不是在做梦？这完全违背医学常识。爷爷，太好了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小婉，给陈小友道歉。对不起，陈先生，刚才是我太冲动了。关心则乱，我能理解。是你救了我，奇怪，我不但不疼了，还感觉浑身充满力量，好像能下地走路。您本来就不是大病，只是阳屋风水太差，导致身体每况愈下。李院长，请你们先出去吧。好，不打扰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家风水是请江城第一风水师徐小江看的，不过听说他已经被逐出徐家了。奇怪，吴老板家也是徐小江看的，两家风水都有问题。我现在能下地走走吗？不行，
您卧床太久，肌肉已经萎缩，贸然下地会受伤，需要先做康复训练。这是一点心意，感谢陈小友救我父亲。另外，能否请您去我家看看风水？可以，我已经累积了几个亿财富了。师傅，你倒是给我点提示，究竟还要赚多少？陈小友，您看我们家风水有什么问题？奇怪，表面看藏风聚气，是难得的风水宝地，但我确定老太爷得的就是风水病。陈先生，什么是风水病？因风水格局不当引发的病症。会不会是我家祖坟出了问题？若是祖坟问题，症状会更严重。光看不行，我起一卦。问题出在这片草坪。草坪？这能有什么问题？乾位主天，对应家中长男。果然，这下面真有东西。陈小友，这镜子就是害我父亲病倒的元凶。不只是病倒，是要你们江家断子绝孙的杀局。什么？爸，你们看这些纹路，这不是普通花纹，是七煞绝户符。这符咒我好像在古籍里见过。鲁班书下册记载的禁术，没想到现在还有人会用。可这镜子怎么害人的？他又不会自己跑去伤害爷爷。看好了，白昼吸日精，夜晚纳月华，转化成的煞气就从这个位置直冲老爷子的卧室。难怪父亲总说半夜心口疼。徐小江，一定是那个畜生！江总先别急，这阵物需要每3天用黑狗血浇灌一次。那只要我们守在这里，最快今晚，最迟后天，必有人来。我要亲手抓住这个杂碎！江首富，对方能用这种手段，恐怕不是普通人。那我们要不要报警？报警说什么？有人用玄学手段谋杀，这事儿得用我们的方式解决。陈小友，只要能抓住真凶，报仇随你填。先解决祸患再说。今晚此时，我们就在这里。陈小友，今天真是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出手相救，我家老爷子恐怕……先不必客气。不过，老太爷的身体状况，恐怕还没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。爸，王家的丹药送来了，这可是王大师亲自炼制的9转还魂丹，爷爷服下肯定能痊愈。等等，王家能让我看看这丹药吗？这……给陈小友看看吧。这丹绝对不能给老太爷服用啊！为什么？这丹药有问题吗？紫阳草、北极花、苦荞粉，还有海石花，这些都是治阴治寒的药材。陈小友，你仅凭嗅觉就能分辨出丹药成分。这些药材单用都有奇效，但合在一起会要命。什么丹药？让我也看看。爷爷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江老，这丹药万万不能碰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丹药服下后，短期内会精神焕发，但7日之内……天啊，王家这是要……等等，陈先生，您和王家是不是有过节？会不会是……我和王家的恩怨暂且不提，但这颗锁魂丹，我可以当场验证给你们看。怎么验证？清水洒上去，会结冰。真的结冰了！若是人吃下去，5脏6腑都会冻结，最终内脏破裂而死。王家好狠的手段！20年前，我大哥就是大素天浑身结冰暴毙，原来是王家的毒丹。老太爷，您确定当年的事和王家有关？错不了，当年大哥死后，王家趁乱吞了我们江家3座矿场，只是这些年我查不到证据，没想到他们竟还敢出手。徐小江突然被逐出徐家，又刚好在江家埋下阵物，现在王家又送来毒丹，这世上可没这么多巧合。陈先生，你是说徐小江和王家勾结？10之8九，今晚我们再守一守，说不定能钓出大鱼。好，我倒要看看王家哪来的胆量，敢对我江家下死手。我这就安排人手埋伏在院子四周。不，人太多容易打草惊蛇，用这个，我会在几个关键位置布下引气符，只要有人靠近阵物埋藏处，符纸就会发热释解。这么神奇？玄门之术自有其妙，你拿着，待会儿符纸一烫，立刻通知我们。好，那我先去准备。王家今晚若是敢来，我定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徐小江，
果然是你，被你们发现了。当年看风水，我们家从没亏待过你，你居然恩将仇报！你们是待我不薄，只可惜你们挡路了。挡路？我们江家何时得罪过你？我要做江城首富，你们江家还有吴家都是绊脚石。恐怕不止如此吧？你和王家勾结的事，不打算说说？好小子，你居然知道王家人呐！你们以为这几个人就能拦得住我？我可是无敌的徐小将，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神行术。怎么可能？我的术法怎么会失灵？我一个神仙弟子都不敢妄言无敌，你这点微末道行也敢称宗师？黄口小儿也敢妄自称仙人弟子，黑煞之气！我的黑煞之气呢？还有什么招数，尽管使出来。好，那我用人力压死你！精彩，真是精彩！徐小将干得漂亮！没想到今晚能一网打尽。表弟，这小子有点邪门，你多带点人来是对的。乡巴佬，没想到吧？你的女人现在在我手上。王大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江总装什么糊涂？今晚就是你们江家的末日。本来想慢慢玩死你们，既然你们急着送死，来看看这是谁？王大海，找死！找死！现在谁在找死？给我跪下！每磕一个头，我就让他们少受一份罪。陈玄，你不是很有本事吗？现在怎么不嚣张了？陈小友，我掩护你突围，去救人要紧。不必。这是法术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别得意，带上来！陈玄，别管我们，他们在外面还埋伏了枪手。现在给我跪下！你们也配？要我磕头，你们也配？陈玄，别管我们，让这两个畜生付出代价！玲珑，我这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向着这个乡巴佬？这种变态的爱真让人作呕。最后警告，放人，否则我会让你们后悔来到这个世界。在江城，我们王家才是天，你再上前一步试试。乡巴佬，跪下，否则我划划他的脸。陈玄，让你见识真正的邪术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阴煞出！破！啊！该你们了。别过来！定身，订婚。死！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那个变态说要毁我的容。没事了，都结束了。看来我的情敌不止一个啊。财神师傅在上，徒儿叩首。不错不错，乖徒儿修炼的不错，短短几日，财神之力恢复的很快。感谢师傅恩赐，只是徒儿不知修炼到什么时候才能大成。陈玄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我师傅，他老人家真是财神本尊。陈玄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当然没开玩笑，我的所有修为都是来自于财神师傅的恩赐。财神师傅在上，您老人家看看他未婚，我未嫁，我适不适合做您老家的徒媳啊？啥？喂，不带你这样的，财神师傅，你也看看我呗。乖徒儿，看来你尘缘未了，财神大成还得有些时日喽。喂，师傅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财神他老人家是说了什么了吗？陈玄，我们最先认识的，对不对？你还是我的员工呢，所以我不许你和其他人谈恋爱。陈先生，上次的密室你把我看光，一直没给我个说话。喂，你怎么乱说啊？什么？